今天咱们不聊虚的，先来个小练习。你呀，找张纸或者打开手机备忘录，算算自己今年大概能挣多少钱，把这个数字写下来，然后呢往回倒，看看你5年前、10年前的收入是多少。要是你刚20出头，那就把过去5年每年的收入都记下来。做这个练习是为了让你看看自己的收入曲线，是每年都在爆哈式增长，是基本持平，还是起起伏伏，不论哪一种，这都反映了你最真实的财务状况。接下来咱们聊聊不同年龄段的人平均收入到底有多少。咱们拿美国的数据来说，你看这数据挺有意思的，16到19岁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，平均年收入大概在2.2万美元左右，到了20到24岁，收入稍微涨了点，能到2.7万美元。25到34岁，这是收入增长最快的一波，平均年收入能到3.9万美元。再往后35到44岁，差不多能到4.9万美元。45到54岁，平均收入基本持平，还在5万美元上下。55到64岁收入反而开始下降了。65岁以上还在全职工作的人，平均收入会降到4.6万美元左右。所以你看，从这些数字里，咱们能发现一个规律：收入从16岁开始往上爬，到35到44岁这个阶段基本达到顶峰。当过了44岁，大多数人的收入就开始停滞不前，甚至还会往下走。也就是说，在你44岁之前，收入可能翻了好几番，但之后就很难再有大幅增长了。是不是觉得挺奇怪？为什么大多数人到了44岁以后，收入就跟坐上了平稳的滑梯，不再往上走了？你41岁挣多少，可能64岁还差不多。这背后的原因，咱们一会儿好好掰扯掰扯。当然，这是平均水平。如果你说我可不想当普通人，我想看看那些金字塔尖上1%的人是怎么样的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想成为最顶尖的那1%，在收入和资产净值上，他们是这么走的：25岁的时候，你的收入就要达到16万美元，净资产得有8万美元。别小看这8万，对一个25岁的年轻人来说，可不是小数目。到了30岁，收入20万美元，净资产40万美元。35岁，收入25万美元，净资产125万美元。40岁，收入32万美元，净资产320万美元。40万美元，净资产520万美元。50岁的时候，收入差不多能达到47万美元。之后的10几年，收入可能保持在这个水平，但他们的净资产呢，却一直在稳步上升，直到65岁，轻松就能达到1175万美元，跻身前1%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1%的人能做到我们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情？为什么我们普通人的收入在前面那些年能翻倍，但后面就停滞了呢？前1%的人和普通人的区别到底在哪儿？咱们来深入聊聊这背后的几个原因。第一，自我重塑。想想看，从10几岁到20多岁，咱们的收入增长最快，那时候我们被迫学习，被迫成长。上学那会儿，你有选择吗？没有，你得去，父母逼着你，老师管着你，你不提升自己不行。这种自我提升几乎是强制性的，你别无选择。可上了大学呢，没人管你了，你可以选择不学习不听课，没人逼你。一旦有了选择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简单模式，不再对自己有过多的苛责。人呢，心就像平原上的野马，放出去容易，收回来可就难了。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大学之前被父母管得严，学习动力都是靠外部奖惩，可上了大学，突然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，一下子就迷失了，等到梦醒，可能已经来不及了。高中时期，整个学校系统都充满了竞争性，你得不断力争上游。但随着收入增长，我们达到了一个点，这觉得没必要再逼自己了，人生似乎沿着一个固定的轨迹前进了。所以你24岁之前收入增长最迅猛，原因就是我们越是不断重塑自己的时候，收入增加就越多。如果你坚持重塑自己，就会有新的成果。如果你固步自封，那就只能停滞不前。收入快速增长的时期，就是不断自我塑造的时期。回想一下高中时是不是见过这样的同学，前一年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书呆子，暑假一过，开学再见，哇塞，整个人都变酷了。可能他假期期间决定要找个女朋友，可能他开始健身了，上了几节拳击课，开学走路都带风了。发生了什么？他重塑了自己。可到了40岁以后，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。我们从40岁到55岁，再到65岁，变化小得可怜。现在咱们都算了自己今年的、5年前的、10年前的收入，如果这几个数字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你现在已经45岁了，你的35岁和45岁几乎没什么差别，那说明你没有重塑自己，你还是10年前的那个你。如果你想要新的成果，就得重塑自己。你的目标是某个节日你见到了几个月没见的朋友和家人，有人会跟你说，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，每年都能听到这句话，那才说明你对自己进行了重塑，你才具备了收入翻倍的部分条件。第二，同辈压力。很多人一听到同辈压力这个词，本能的就会讨厌它，但我想说，当你听到这个词，你应该自己选择，是让它成为积极的动力，还是消极的阻碍。有时候，积极的同辈压力
也挺折磨人的。当你周围的某人过得比你好，你心里可能会犯嘀咕，总是听到这个名字，实在是太烦了。他为什么要努力锻炼？为什么要去健身房？我才不想听节食的话题。看看那6块腹肌，看看他爬得多快，看看他写了多少书，这些都是积极的同辈压力。面对这种压力，你有3个选择，要么奋起直追，要么仓皇逃跑，要么就吓呆了，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。而随着你年龄的增大，同龄人的压力会越来越少，你周围都是让你舒服的老兄弟老姐妹，你不再喜欢那些积极的同伴压力了。如果朋友赚的钱比你多得多，比你成功的多，他们给你造成了太多积极的同辈压力，你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远离他们。可能你有一个朋友总是完胜你，你对总是输给他这件事感到非常厌烦，并且你心知肚明，慢慢的你就会把他推开。这种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然后你的同辈压力就会越来越小，因为你周围的人都和你差不多档次，不会给你增加压力。那会怎么样呢？你会停滞不前，一成不变。其实那个有竞争意识、努力提升的朋友，并没有想让你自惭形秽，他只是努力的想要重塑自己，而你却不再致力于重塑自己了。那个不断重塑自己的朋友会达到新高度。如果你也想更上一层楼，那就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积极的同辈压力吧。你可以扪心自问，哪个朋友给你带来了同辈压力？这也能反映出你目前的状态。第3，人生大事的影响。咱们聊聊人生的大事：生老病死、破产离婚。年轻的时候，咱们参加了多是生日聚会、毕业典礼、婚礼，但当你到了40岁左右这个年纪，就开始参加一些葬礼了。那种意外的离世特别能震动你。假设你有个坚持健身、体脂率完美的37岁朋友，睡觉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；一个41岁的身材匀称、身体健康的朋友忽然猝死了；你年纪轻轻的堂兄没有车祸或其他合情合理的原因，就是忽然离世了。当你到了40岁，就会发生这种意外的离世。一个你已经习以为常、认为理所当然还应该活很久的人，忽然就死去了。这会让你突然开始思考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工作呢？我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？你可能会跟自己的伴侣商量，也许我如不需要这么努力呢，我们应该退一步。现在的生活对身体来说压力太大了，你会说服自己，如果你现在不追求自己的梦想的话，可能随时都会死在这种努力奋斗的生活里，因为你周围已经有人这样死去了，这会让你恐惧，让你失去动力，让你停滞下来。咱们这么说，几年前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的希拉里和特朗普，他们都69岁了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的生活压力比他们俩还大喽？没有，从早到晚，每家杂志、每家报纸、每家电视台都在抨击他们，这就是压力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他们的孩子，你就得时时听到一些流言蜚语，这压力得多大呀？可他们还不是在义无反顾的竞选吗？还有70岁的美式足球教练，为什么70岁还要当教练呢？他们为什么要给自己施加这么大的压力呢？因为当死亡出现在他们身边的时候，根本没有被吓到，他们会更加认真的生活，定期看医生做检查，希望自己能活久点。拿破仑在《思考之父》里也写过人们的各种恐惧，他说很多人都害怕死亡，你可能曾经是个了不起的销售员、商业天才，但是如果死亡的恐惧控制住了你的灵魂，你就会不断慢下来，最后停滞不前，10年、20年如一日。而且危害还不止如此，你知道只追求稳定会导致什么状况吗？可能你身边也有这种朋友，他们自主创业，付出了一切努力工作，而且发展迅猛，但是突然间市场崩溃，就好像这次的新冠疫情一样，很多原本风生水起的饭店宾馆忽然就遭受了沉重的打击，从车水马龙迅速变得门可罗雀，然后就悄无声息地倒闭了。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突然的动荡，他们一无所有了。这时候你可能会说，所以我才能想做生意，你看看他们落得什么下场，有能力又努力又努力，但是最后房子都没绑住，妻离子散。你就拿失败的案例作为自己接下来30年裹足不前的借口，只要有一个失败的案例，一个人一无所养，你就觉得你也会那样。离婚那些事情对你的影响也是一样。对了，再多说一句，当你20岁的时候，吃披萨也不会发胖，当你30岁了，小肚腩就越来越突出了，这时候吃披萨就效果明显了。当你40岁的时候，绷腿摸脚尖的这种灵活性就离你而去了。50岁的时候，耐力就不复存在了。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作为一名企业家，你必须为自己制定健康计划，你确实得花个4000块做全面的身体检查。作为企业家，你确实有很大的压力，这些都是你不得不做的事。但是如果你就只是每天胡思乱想，坐等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糟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那你就要虚耗几十年了。就因为你的朋友经历了些挫折，你人生最好的年华、最赚钱的日子就这么浪费掉了。从此你不会重塑自己，只会固步自封。在你的人生中，有什么深深触动你的经历，是让你奋起直追、争分夺秒了，还是让你一蹶不振、悲观厌世了呢？第4，压缩时间模式。很多人都不断思考，我想要这样的生活方式，我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，我想要实现梦想，我想要变得富有。不论想要什么，大家都不想要那种缓慢的进度。这时候咱就要提到压缩时间模式。什么叫压缩时间模式呢？就是把3天的事情塞进1天来做。
如果一个普通人3天能完成15次预约，而你1天就能完成15次预约，那你就是1天完成了普通人3天的工作。如果你连续3年或者5年就保持这个节奏，那么一般人在30年间做的事情，你可能在3年或5年之中就能完成了，是不是很棒？很多人自认工作很努力，因为每周会在办公室待个80小时，但是这期间他们在做什么呢？刷Instagram追剧可不算努力工作，有效的工作时间，实际的推进工作进程才算作是工作。如果你能找到一种缩短时间的方法，工作1天顶3天，那其他人工作20年才能得到的东西，你3、5年就能完成了。这意味着你必须压缩时间，意味着你周6必须工作，意味着你要戒掉看电视，意味着你不能去聚会，还要有好多其他的牺牲，才能让你更快的实现收入翻倍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太累了，你们想让我1天干3天的活？省省吧，你说的都是什么呀？我才不想那么干。那如果你知道接下来的3年里，如果你能高效工作，压缩时间，1天顶3天，3年后你就能达到年收入5万美元，甚至可能获得一家公司的股权。如果因为你工作非常努力，你成为了一名领导，你得到了一张60万美元的支票，如果这些能够实现，那么对你意味着什么呢？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为什么一个企业家运动员能达到他们现在的水平？总结来说，就是有些运动员1年有8个月都在外面奔波训练锻炼，飞来飞去，住酒店回不了家，睡不了自己的床。要知道，人类的生理机制是会排斥陌生的环境的。可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人们要让自己经历这些？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标？在我们的一生中，我们究竟为什么而奋斗？在我的人生的终结，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样的回忆呢？我们的儿时总是对未来充满了这样那样的憧憬。我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炫耀一下我们赚了多少钱呢？还是为了让大家都看看我们的豪宅？当然不是，而是为了能让我们的后代认识到父母曾经对某件事非常擅长。这种言传身教是一种影响深远的东西。我们的努力影响着孩子的性格，他们会认真对待工作，他们会沿袭父母的脚步，他们观察父母的一举一动，模仿父母的为人处事。当你没有固步自封，而是锐意进取的时候，你的孩子也会看到，会被激励到，他们会明白父母是在不断的进行自我塑造，他们并不是那些麻木的几十年如一日做着一样的工作，丧失了生活的激情和梦想的人。他们会学习，会思考，会进步，他们充满了干劲，为了家庭更好的生活，也为了自己更好的未来。言传身教常常比强硬的歇斯底里的要求更能够感染孩子。将来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人，他们成为医生律师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在旁边鼓掌呐喊。这种努力，这种奋斗会成为一种家族精神，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等你垂垂老矣，儿女绕膝，你就会思考，我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呢？希望那个时候你会有一个满意的答案。